嗨，你好，我是莹莹，欢迎收看 Highlight 荧光笔工作室。那最近呢，柔佛州宗教事务行政议员呢莫哈默法利就说，政府呢将会砸大钱，耗资40万令吉呢，在州内成立国内第一间 LGBTQ 康复中心，预计呢明年7月呢就会正式启用了。LGBTQ 也就是性少数群体，在马来西亚的生存空间的狭隘呢，已经不是新闻了哈。性少数的这个课题呢，也经常的是这一个政党呢操弄选民情绪的这个工具。比方说，首相安华呢，多年前的这个基奸案啊，无论是他的支持者或者是反对者呢，都是将同性恋呢视为罪恶的。那近年来呢，比较热门的新闻呢，还有2年前，因为呢在宗教场所做女装打扮而被控告侮辱伊斯兰罪的马来跨性别企业家努萨扎，以及在去年年中的时候啊 ，Swatch 的这个彩虹手表下架事件，我们都常常会听见一种说法，就是 LGBTQ 是西方人的这一个新思想。东方国家呢不能够把这一套文化呢照搬过来，会水土不服。不过这种说法到底是真的吗？其实呢，和东南亚的很多其他国家一样啊，在殖民政府来到之前呢，我们对于性别还有性向的这个概念呢，并不如现在这样子的2元的。今天呢，我们就来谈谈 LGBTQ 群体中的 T， 也就是 transgender 跨性别者，在马来西亚历史中是怎样的一个存在。历史中的2个例子，第一个例子 ，Sida。马来半岛、森美兰、吉兰丹、柔佛等地区的王宫中呢，有一群叫做 Sida 的人，他们有着男儿身，但是呢，打扮和举止呢都和女性一样。Sida 住在苏丹王宫的内廷，保护住在王宫里的女性。听着呢，是不是觉得有一点点像中国古代的太监呢？但是呢，和只是管理日常事务的太监不同 ，Sida 除了守护王室，还是负责打理宗教仪式的祭司，是皇宫和民间、凡间和灵界的这个疆界守护者，以确保王室的这个衣食呢不受到平民或者是魂灵的玷污。同时呢，他们也是掌管这皇宫中的这个礼仪的哦，是宫廷艺术家、统治精英的顾问知己。所以说啊，他们在王宫里的权力和影响力都是非常的大的。关于Sida最早的记载呢，是可以追溯到15世纪，直到1950年代呢，他们都还是存在着的。接着就让我们把这个镜头呢拉到了这个东马婆罗洲的原住民部落。直到20世纪中期啊，都存在着叫做 Manang Bali 的这一种角色。Manang 呢是萨满的意思，也就是神和人之间的中间人。和Sida一样，他们大多数呢都是生理男性，但是呢穿着和打扮还有举止呢都是偏向女性，也会和其他的男人结婚。Manang Bali 呢是天生的跨性别者吗？那根据资料啊，被选做 Manang Bali 的人呢是会在梦中接收到神的指令，成为萨满的。他们一定要接受这个任务的哦，是没有 say no 的余地的，否则呢，他们会面临死亡或者是疯狂的痛苦。在接受了这个神的召唤之后呢，被选中的男性啊，就必须开始以女性的身份开启他们的新生活，然后去服务这个部落。一般人就相信啊，Manang Bali能够穿越人间还有灵界，直接可以和鬼魂啊还有精灵沟通。更重要的是呢，他们是从守护神那边呢获得了治疗的能力，能够感受到人的精气还有健康，因此呢，也是部落里的医生哦。那么除了可以跟鬼神沟通啊，Manang Bali的工作呢，还包括了要解决复杂的人际关系。当村里面呢有人起纷争的时候呢，他们就得出面去调停来主持公道。所以呢，Manang Bali是部落当中的重要人物。成为 Manang Bali 的条件呢是很苛刻的，这也是为什么呢？他们在伊班族当中啊是等级最高的萨满。不过呢，后来啊，随着殖民者还有传教士的到来呢，许多的伊班人呢就改信了基督教，进入城市生活。那这种服务部落的传统灵媒呢，也随着时光的流逝，慢慢的消失了。那从上面的这2个例子来看呢，跨性别者呢不单只是在殖民时期之前就在马来西亚存在着，而且呢还在特定的社会呢有着重要的功能。当然 Sida 还有 Manang Bali 2者呢都有一个共同点，他们都被认为呢有超越凡人的这个特质。不过在民间呢，其实还是能够找到其他呢没有这种特质的跨性别者，比如说为新人打点婚礼的 Mak Andam， 至今呢也是有许多跨性别女性来担任的。
那社会对于这个跨性别者的接受度又是在什么时候缩小的呢？在伊斯兰文化传入马来半岛之后吗？错！早在15世纪的时候，伊斯兰教呢就已经传遍了马来半岛的了，是大多数马来人的信仰。但是前面说的这些社会角色呢，却是持续的存在，甚至呢还在苏丹的王宫内工作，直到英国殖民者的到来才渐渐消失的。所以是跟英国人有关系。英国殖民的影响。英国殖民者呢，其实很大的程度呢，影响了我们对于性少数群体的看法。在众多殖民遗毒当中呢，就有着这个刑法第377A 条文。这一条法律呢，就明定啊，口交还有肛交呢，是属于违反自然的性行为，无论是出于自愿或者是非自愿行动，违反者都会被判处2至20年的这个有期徒刑，还有鞭刑。马来西亚的刑法呢，源自于同样曾经被英国统治的这个印度，当时候呢，深受基督教文化影响的这个英国殖民者，有着严格的异性恋规范，还有性别2元的视角。对他们来说呢，男生啊就要有男生的样子，而女生呢也要有女生的样子，这个才是文明和现代的象征。而殖民地的这些模糊性别啊，还有性向的这一种情况呢，对他们来说呢，则是一种原始、不文明、未经开化的野蛮行为，所以必须经过他们的教化还有纠正。1957年呢，独立后到现在啊，马来亚还有后来的马来西亚呢，都还是继续沿用着殖民时期的英美法系，并很大程度的继承了许多英殖民时期所留下来的刑法，包括刚刚我们所提到的这个377条文。现今的英国呢，其实早就已经废除了这一套法律了，但是呢，在马来西亚和其他曾经被殖民东南亚国家，如汶莱和缅甸，这条法令呢，却是一直保留至今的。但是呢，值得一提的是啊，跟我们同样被英国殖民过的邻国新加坡，2022年年底呢，也已经废除了这条法令。好，那如果我们将这个眼光啊，从这个历史的长河啊收回来，看向现在啊，我们就会发现情况呢180度翻转了过来了。如今啊，在西方的话语中，拥抱性少数呢，被塑造为现代的进步的象征，而将性少数定罪的国家呢，则被看作是落后的、倒退的。而马哈迪等本地的一些政客呢，更是沿着这一个逻辑呢，强调性少数的文化是西方进口的观念，和亚洲价值观不符。这个反转啊，听起来是不是有点吊诡呢？伊斯兰浪潮。不过呢，我们也不能够把所有的锅呢都推到殖民者的身上啦，还有很多这个错综复杂的原因，把我们带到现在的这个情况的。马来西亚独立之后呢，直到1980年代以前呢，本地社会对跨性别者的态度呢还是相对开放的。当时呢，就有跨性别女性呢就组成了马亚协会，甚至呢还获得了政府的补助。此外呢，马来西亚呢还曾经是泰国以外呢，在东南亚里唯一提供变性手术的国家哦，很多人都不知道吧？那马大医院里面呢，还有专业的这个变性手术的医生，变性后的这个跨性别者呢，也有到国民登记局转换性别婚恋的这个自由。1975年的时候啊，柔佛州就曾经认可过一名穆斯林跨性别女性呢，跟一名男子的这个婚姻，还登上了 Berita Harian 的封面。不过呢，这种情况啊，却在1980年代之后呢，有了大的转变。有很多的研究者呢，就认为啊，伊斯兰教对于性少数接受度的下降，和1980年代瓦哈比主义和萨拉菲主义等等伊斯兰改良运动的崛起有关。当时候为了回应西方的这个文化霸权，沙地阿拉伯还有中东等其他国家建立了这个宗教学校，有许多的这个东南亚穆斯林呢就被送往这一些国家去学习，而他们学成归来之后呢，就带着这个改革伊斯兰的理想回到了家乡，希望去除那些融合了民间信仰和迷信的传统角色，比如我们刚刚前面提到的 Sida。跨性别者换证困难重重。1982年起，马来西亚所有13个州属还有联邦直辖区，陆续的就制定了对付性少数的伊斯兰法规，包括了禁止穆斯林男女啊男扮女装或者是女扮男装，以及透过手术去改变自己的性别。不过呢，法规也有规定啊，天生同时拥有男性和女性生殖器官的双性人，必须通过手术来保留单一性别的生殖器官。一方面，他们是反对人们透过这个手术改变生理性别，但是另一方面，如果你的这个性别呢是坐落于男或女之间的话呢，就必须通过手术来选择其中一个。
好，那自从这个伊斯兰法规推出之后呢，就不乏穆斯林的这个医生开始拒绝为跨性别者动这个性别手术。马大医院呢，也在1983年的时候呢，就停止了提供这个变性手术了。修读相关专业的医生也就越来越少，不少打算进行变性手术的跨性别者呢，也因此呢转向到海外，比如说像是泰国啊、新加坡啊、印尼等地呢去动手术的。不过呢，即使是这个穿着打扮、行为举止，甚至身体都已经是完全转换成了女性。跨性别女性到政府部门办事的时候呢，还是会可能因为身份证标示性别的那一栏而被称作为 inche， 而要改变这一栏啊，却是非常非常的困难。怎么难法呢？那1980年代呢至2007年啊，有许多的这个跨性别者啊，在申请改变性别的时候呢，都遇到了不一样的困难，并不是每一个跨性别者呢都能够成功的换到证件的，有人成功，有人失败。可是成功的标准是怎样呢？没有人知道。一直到2007年，他们才等到了指示，国民登记局正式颁布指令，明文要求所有打算转换性别的这个跨性别者呢，必须提供政府医生证明、变性手术医院证明，以及正副本的这个报生纸，还有这个法庭的停令。不过啊，要凑齐上面的所有的这些文件呢，不单只是有困难，甚至几乎是不可能的。为什么呢？那因为呢，伊斯兰法规阐明嘛，变性手术是违反这个伊斯兰法嘛，所以呢，之后本地的这个医院呢就不再进行这个变性手术了咯。那大多数呢也拒绝会为跨性别者呢提供变性手术的医学证明。缺乏本地医院的这个医生证明呢，就没有办法向法庭申请停令，进而就没有办法申请转换性别啦。所以呢，我们可以从这个申请的这个数量呢，一窥跨性别者申请转换性别的这个难度。你看到在2004年到2016年啊，这12年间啊，向高庭提出诉讼的跨性别者只有7宗，其中呢又只有1宗是胜诉。非穆斯林的这个跨性别者要换证尚且困难，更何况是穆斯林的跨性别者，更是因为呢这个伊斯兰法规的关系呢，有许多人呢基本上都是选择放弃挑战法律。那我们可以从前面所说的这些呢，了解到现今的社会，无论是社会的眼光啦，或者是制度的条件，对于跨性别者来说呢，都是越来越苛刻的。跨性别者想要做自己，已经是越来越困难了。所以希望大家都可以多多的关注他们，看看他们有什么样子的需求。其实呢，我们现在有很多啊，自以为是自古以来的观念和文化呢，都是在非常近代呢才形成的，并不如我们想象中的历史悠久。所以，如果下一次呢，有人在跟你讲啊 ，LGBTQ 是西方进口的这个新思想呢，你就可以把这支影片贴给他看，然后呢跟他讲，你看了才来讲啦。那就算是对方呢不太懂中文的话，你也没有关系，我们是有提供英文 CC 字幕的哦，是不是很贴心呢？其实我们荧光笔呢是非常鼓励大家呢延伸阅读的，所以我们的这个资料的来源啊、链接啊，都会放在我们的 description， 就是描述栏那一边。如果你有兴趣的话呢，你都可以去点开来看，延伸阅读，补充更多的这个资讯。以后呢跟别人交流的时候呢，也多一点点料嘛，对不对？那我们当然也希望大家可以多多交流。如果你对这个话题呢有各不一样的这个想法，或者是看法，或者是补充的话呢，都可以在留言区留言，帮我们把这支影片呢分享出去，让更多人看到。如果你喜欢这样子的内容的话呢，也欢迎订阅我们，加入会员，每一个月只要一点点的钱呢，就可以帮助我们的持续的运营下去，做更多的好内容。当然，你要选择一次性的donate也可以，欢迎广种福田。好，我是英英，今天这支影片就到这里。我们每个礼拜3跟礼拜6呢，都会在 YouTube 呢上新影片，都欢迎大家呢等着一起看首播。还没有follow我们这些社交平台的朋友，动起来吧！下一支影片再见。